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慢速中文播客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王毅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外国朋友都好奇的话题。没错，不管是在国外的学校，还是各种国际数学比赛里，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总是很出色。很多外国朋友都会问，中国学生的数学为什么那么好？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就用简单的中文和大家慢慢聊这个问题。听完这一期，你不仅能明白背后的原因，还能学会很多实用的 HSK3 词汇，日常交流完全够用。而且我们会讲得很接地气，不管你是中文初学者，还是想了解中国教育的朋友，都能轻松听懂。浩然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外国朋友抱怨数学很难？当然有，我之前认识一个美国朋友，他说他上高中的时候，数学经常不及格。我也听说过，很多外国学生做加减乘除的时候都要靠计算器，没有计算器就做不出来。对，这和中国学生很不一样。中国学生从小就练习心算、口算，很多简单的题目不用计算器，很快就能算出答案。其实不只是外国学生觉得数学难，很多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也会觉得中国的数学教育很严格。是的，很多外国朋友都好奇，中国学生是不是天生就喜欢数学？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？今天我们就从几个方面和大家慢慢说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学生从小就有很多练习的机会。说到练习，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都要做数学作业。放学回家，先写数学作业，再做其他的事情。我也是。小学的时候，数学老师每天都会布置很多练习题，有口算题、填空题、应用题，而且还要家长签字，确保我们认真完成了。不只是学校的作业，很多家长还会给孩子买额外的练习册。周末的时候，也会安排时间让孩子做数学题。可能很多外国朋友觉得这样的学习方式太辛苦，但其实数学这个科目就是需要多练习才能掌握。对，就像学中文一样，每天练习说话、写字，才能越说越好，越写越熟练。数学也是一样，多做一道题，就多掌握一个方法。而且中国学生的数学基础打得很牢，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会重点学习加减乘除，然后慢慢学习分数、小数、几何这些内容。每个阶段的内容都学扎实了，后面学习更难的数学知识的时候，就不会觉得吃力。比如初中的代数、几何，都是在小学基础上延伸的。我有一个外国同学，他来中国读初中，一开始很不适应，因为他的数学基础不好，老师讲的内容他都跟不上。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补基础，每天做很多练习题，慢慢就跟上了。这也说明基础和练习真的很重要。除了大量练习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的家庭和学校都非常重视数学这门科目。没错，在中国，数学被认为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学科。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，数学都是必考的科目，而且分值很高。所以家长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数学成绩。如果孩子数学成绩不好，家长就会很着急，会想办法请家教或者让孩子上补习班。学校也一样，
数学老师都会很认真地教，上课的时候会反复讲解重点内容，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听懂。而且在课堂上，老师会经常提问学生，让学生回答问题，这样可以检查学生是不是真的学会了。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数学老师经常让我们上黑板做题，如果做错了，老师会耐心地讲解，直到我们明白为止。这种重视让中国学生从小就知道数学是一门不能忽视的科目，所以会更认真地去学习。不过，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改变，不会只重视成绩，也会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。除了练习和重视，中国的数学教学方法也有自己的特点，和国外的教学方法不太一样。是的，中国的数学教学很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，老师会教我们很多解题方法，让我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。比如做应用题的时候，老师会教我们先找已知条件，再找要求的问题，然后一步步分析，找到解题的方法。而且中国老师喜欢总结规律，比如学乘法口诀，这是中国学生都要背的。背会了乘法口诀，做乘法题就会很快。说到乘法口诀，这真的是中国数学教育的一个特色。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乘法口诀很神奇，背下来之后，计算速度会大大提高。对，我之前教过一个外国朋友背乘法口诀，他背会之后，做乘法题比以前快多了。他说没想到这么有用。还有，中国的数学教学会注重举一反三。老师讲完一道题之后，会出类似的题目让我们练习，让我们学会把学到的方法用到其他题目上。这样一来，学生就不会只懂一道题，而是能掌握一类题的解题方法。慢慢的，逻辑思维能力就培养起来了。而且中国学生在做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题目，这也能锻炼他们的应变能力。除了上面说的几点，学习氛围也很重要。中国的学生身边的同学都在认真学数学，自己也会受到影响。没错，在学校里，同学们会互相比较成绩。如果别人数学学得好，自己也会努力追赶。而且同学们之间会互相帮助，如果有一道题不会做，就可以问同学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一起找到解题的方法。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个数学小组，每天放学之后，我们都会一起讨论数学题，不会的题目互相讲解。这样不仅学会了知识，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感情。这种学习氛围能让学生更有动力去学习数学，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孤单的事情。还有，在中国，很多学校会举办数学竞赛，比如校级竞赛、市级竞赛。参加竞赛的同学会更加努力地学习数学，希望能取得好成绩。即使不参加竞赛，很多同学也会因为想提高自己的成绩，主动去学习数学。这种积极的氛围对学习很有帮助。不过，我们也要说一下，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喜欢数学，有些学生也觉得数学很难，会有压力。对，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都不一样，但是总体来说，中国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好，这和我们上面说的几点都有关系。浩然，你觉得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数学学习上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对计算器的使用。中国学生从小就练习心算、
口算，很少用计算器。但是外国学生从小学就开始用计算器做题。是的，中国老师一般不允许学生用计算器，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。老师希望学生能自己计算，锻炼计算能力。还有，外国的数学教学更注重实践和应用，比如会让学生通过做实验、调查来学习数学。而中国的数学教学更注重理论和解题能力。不过现在中国的教育也在改革，越来越注重实践应用。比如小学的数学题会结合生活中的场景，让学生觉得数学很有用。对，比如会出一些关于购物、做饭、旅行的数学题，让学生知道数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还有，外国学生的数学学习压力比较小，中国学生因为中考、高考的压力，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数学上。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中国的升学考试对数学成绩的要求很高，所以学生必须努力学好数学。而外国的升学制度不一样，对数学的要求相对宽松一些。说了这么多中国学生数学好的原因，其实这些方法对学习中文的朋友也有帮助。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数学能力，或者想通过数学学习来巩固中文，都可以参考这些方法。是的，首先一定要打好基础，从简单的加减乘除开始，慢慢学习更难的内容。基础扎实了，后面的学习才会顺利。其次，要多练习，每天做几道数学题，慢慢积累经验。练习的时候可以用中文做题，这样既能提高数学能力，又能巩固中文词汇。还要背一些常用的数学词汇，比如加减乘除、分数、小数、几何、应用题这些。这些都是 HSK3 里面的重点词汇，掌握了之后，不管是做题还是交流，都很方便。另外，可以和朋友一起学习，互相提问，互相帮助，这样学习起来更有动力，也能提高学习效率。还有，要培养自己的兴趣，可以找一些有趣的数学游戏、数学故事，让学习变得更有趣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有了兴趣，就会更愿意学习。其实不管是学数学还是学中文，都需要坚持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大的收获。今天我们聊了中国学生数学好的原因，也给了大家一些学习建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？希望这一期播客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教育，也能对大家学习中文和数学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这一期播客，这样以后想再听的时候，就能很快找到。还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定期更新慢速中文内容，话题涵盖生活、文化、教育等各个方面，帮助大家轻松学好中文。另外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你对中国数学教育的看法，或者你在学习中文、数学的时候遇到的问题。我们会看到大家的留言，也会尽量回复大家。是的，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，制作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